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稍微有点特别，以戚风蛋糕为底料的麻香小方。这款糕点的名字是自己取的，西式的做法，中式的口味。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款麻香小方是怎么制作的。首先准备4个中等大小的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离。这款是按照戚风蛋糕的配料为基础，既可以做戚风蛋糕，又可以做一些蛋糕卷儿。分离好之后，在蛋黄中加入50克的水，或者是相同分量的牛奶。取来一个刮刀，简单的把蛋黄搅拌一下。紧接着加入40克的玉米油，或者是色拉油，或者是花生油。当然，花生油的味道会相对大一些。材料中还要加入大约10克的香油。香油的这个瓶子是不是看上去很有年代感？把水、蛋黄和加入的油搅拌均匀。材料中还要加入60克的低筋粉。如果感觉自己的低筋粉有小面疙瘩，记得把低筋粉过筛一下。把低筋粉和材料搅拌成均匀的糊状。准备一个研磨机和20克的熟的黑芝麻。黑芝麻可以自己炒熟，也可以在超市买现成的熟的黑芝麻，特别的方便。用研磨机把黑芝麻打成细小的颗粒，这种细小的颗粒感吃起来有口感。打好之后加入到刚才的材料当中，给它混合均匀。这一步可以多混合一会儿，2-3分钟，保证材料均匀。混合到这种粘稠的糊状就可以了。接下来把蛋清取过来，准备打发。蛋清中加入50克的白砂糖，少许的塔塔粉大约1克，或者是几滴白醋、柠檬汁代替。最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当的盐。视频中加入了也就大约1克。做中式糕点，很多糕点里边会放入少许的盐来增加它的口味。然后取来一个搅拌棒，用中速配合高速来把蛋清打发，打至这个蛋清发泡，然后可以刮在打蛋头上。之前做过很多需要打发蛋清的美食，经常看的小伙伴应该很熟悉怎么打发了。接下来把2种材料混合均匀。由于之前有朋友留言说混合的时候你应该切一个特写，混合的时候要朝着同一个方向用拌的方法去混合。之前解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所以这里感谢这位朋友提的好建议。然后分2次把这些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然后取来一个烤盘。为了方便取出来，烤盘里要铺一层油纸，四周也要把油纸立起来。因为我们用的烤箱大多数是32升至38升之间居多，所以这份材料呢比较适合这个区间段烤箱的大小。材料倒入到烤盘当中，记着用刮刀给它找均匀，然后在桌子上轻震几下，让它自动找平，排出多余的气体。最后放入到烤箱中进行烘烤。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40度，下火140度，把这个蛋糕放入到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左右。蛋糕烤好后，取一个托盘，把蛋糕倒扣出来，稍微放凉几分钟，然后把这个油纸撕下来。油纸撕下来之后，把蛋糕再扣过来。正面看上去不太好看，给它抹上少许的花生酱。想吃芝麻酱的可以抹一点芝麻酱。这个花生酱的瓶子是不是和香油的瓶子看上去都有一些年代感？这种的花生酱是现磨的，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花生酱在蛋糕上涂抹一半就可以了。花生酱也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材料。这块蛋糕在中间切开，把2边叠起来，然后用蛋糕刀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这样一款中西结合的麻香小方就做好了。这些稀奇古怪配料的做法是怎么来的呢？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想学一款烘焙的配料特别的费劲。老爸会去深圳或者是广州买一些烘焙的书，拿到北方来看。这款就是一本20年前发行的书上所写的配料。老爸说20年前做的烘焙那相当的地道和精致。好了，今天的这款麻香小方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我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